作越圆呢，你的动作越圆。
感谢金树送的粉丝灯牌。香河，浪来了，浪来了，进天了，还不高。转腰，翻掌。真浪来了，好，画圆。翻掌的时候，通过腰的转动、脚的蹬地，带动咱手臂的画圆，肩膀放松。就是我哪天不温柔啊？转腰，画圆，手臂放松，肩膀放松，手自然的相合。我都收到短信了，我去下边看看。妈呀，不是去的天了，真是老警官扫。翻掌，转腰。那么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一定是做到放松2个字。咱练的时候，我们的手有麻麻的感觉的时候啊，就说明你放松了。如果你手上没有麻的感觉，就说明你的肩膀这块可能还是在紧张，还是有点紧张，没有完全放松。不过也没有关系，大家刚开始跟着老师来练的时候啊，咱需要这个过程，都必须要经历的这个过程，去将求柔。所以僵劲它并不是说我们1天2天就能够把僵劲给它去掉，但是通过基本功循序渐进，每天不断的去练习，去体会，在重复循环的过程中来体会放松。感谢10月送的小心心，感谢华金送的爱心。好，双手打开有开有合，双手自然的相合放松。那么我们在转的过程中，通过腰的旋转带动你手臂的画圆，所以咱的肩膀尽量不要去用力，肩膀是放松的。转腰带臂画圆。那不是那个路口吗？那是啥时候开的？好，来反方向，感谢长增送的玫瑰。是打来子了吗？相合。好，翻右掌，转腰翻左掌。好，相合。通过右脚的蹬地，转腰翻掌画圆。那么咱们在走的过程中啊，是通过脚的蹬地，脚蹬腰转带臂画圆。所以记住啊，咱们的在画圆的过程中，要感受咱身体的每一个关节啊，都在这个圆里面能够得到放松。看到没？那么咱们在转的时候，整个身体都是在转动的，它叫周身移动，无有不动。所以不单单是咱的手臂、胳膊在正前方画一个立圆，是通过咱周身的一个运动。太极拳为内家拳，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啊，周身都在运动，而不是极个别的我们的肢体的运动。因为啊，在练习的过程中，就像一个太极图一样，圆融无碍。我练了9年的老架一路呀，这个盛彪你太厉害了，练了9年老架一路。去强调这个事，就之前厕所上公共厕所收费还没有。翻掌打开，肩膀自然放松。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老师再问一下咱们同学们，在跟着老师在练习的过程中，咱们有没有觉得周身更轻松了，更放松了？咱的手臂、肩膀似乎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咱觉得周身有放松的感觉，咱们可以把轻松、放松打在公屏上。老师好漂亮，谢谢杨哥。好，画立圆，周身放松相合。觉得放松了，觉得轻松了，咱们打在公屏上，老师看一下。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老师的直播间感受到，咱们在练太极拳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咱的肩膀松了1寸，手臂松了1寸，练起来太极拳会更轻松，而不是憋着劲儿的。好，放松，将脚自然的收回来。你既然画了个脚下分，向上，这个非常不合理。呼气自然下按。
不就是为了让收左脚，收步。好，来，我们走一下开胯，双手提膝去开胯，把胯打开，是对咱们后期我们再去练招式动作，我们马步往下一蹲，是不是不会觉得你的胯根啊、你的大腿筋啊非常的紧绷在那里？但需要一个开胯的动作，简单的来作为一个活动。我的信用卡找不着了。感谢明天送的爱心。好，双手叉腰也好，背在后面也可以，因为咱们的重点不在于手的叉腰和后背，而在于咱们的开胯的这个过程啊，如何去把胯给打开，如何把胯给它活动开。老师漂亮，太极拳也漂亮，谢谢你，幸福之家。领膝向外，领左膝向外，我们像画一个圆一样，看到没？领膝画圆，左脚同样也是领膝画圆，也叫提膝开胯，提膝开胯。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动作的缓慢，要轻松，把我们的胯自然的打开。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着老师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胯有没有嘎嘎响？有的咱在公屏上扣一个有字，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啊。给大家先说一下，咱这个胯会嘎嘣响是正常的，说明你的胯在活动。这个车不是摩托车，有点像。练拳前我也把基本功练了半个小时，对，很棒。所以咱们前面的基本功缠丝功就是一个活动热身，让你的在打拳之前有个得到一个热身，得到一个周身的放松，然后再把你基本功的这些感觉放松轻松的感觉融入到咱们的太极拳招式动作中，大家才能够把太极拳打得越练越好，越练越流畅，越练越轻松。好，感谢追梦送的2颗爱心。好，对大家有这种感觉的啊，都是在放松、在活动的过程中，它是正常的啊，有嘎嘣响是正常的。好，上午播多久？咱们早上的9点半，一般到11点半，咱2个小时左右。好，来，同学们，咱们在公屏上扣上“开始上课”4个字儿。那么开始上课呢，就是咱们的口令，口令一出，全神贯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在老师的直播间，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学到东西，都能够在我这有收获啊。好，来，开始上课，其实就口令，大家打上开始上课，咱们就正式开始学习咱今天的陈氏太极拳56式的招式动作，从第1式到咱们的第9式。那么老师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的介绍啊，因为我呢是从6岁开始习练太极拳，跟着我的父亲，从扎马步开始，从扎马步、缠丝劲最基础的东西开始。那么在塔沟武校练了8年的武术，广州体育学院科班出身，拿过全国武术冠军，国家1级运动员。现在是预计康养基地的高级养生教练。咱们每天2场直播，早上的9点半，晚上的7点半。老师教大家一套刚柔相济，如行云流水，延绵不断，同时还能够舒缓圆活。一招一式既有武术的灵动，又具有养生的精髓。一套太极拳，陈氏太极拳56式。好，那么老师先给大家，咱们从前9式啊，老师给大家去从第1式到第9式，给大家做一个口令版的代练，让咱们同学们在学习。我们在学习之前，先看一下咱们今天上午所学的一个内容的框架，咱先有个初步的了解，要知道咱自己接下来要学习的是什么，才能够更明白、更清楚的来学习啊！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那么老师给大家来带一下，因为咱前9式啊，刚才有个老师，咱今天又学学什么呀？咱学9式嘛，对吧？因为9式，老师给大家去讲一下陈氏太极拳前9式啊，非常的重要，它是基础9宝，被称之为基础9宝。所以呢，万丈高楼平地起，牢筑根基行万里。大家只要打好咱们的前9式啊，因为你后面的招式动作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你前9式如果打不好的话，后面都一切是白搭的。所以你前面的基础打牢了，后面呢才能够事半功倍，就如同开车上了高速一样，轻轻松松的事半功倍。所以来，老师也不给大家说那么多了，来，第一次尝试56式竞赛套路。对，因为56式为什么被称之为竞赛套路呢？它并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它可以养生，它可以比赛，然后它可以上菜场，它也可以养生，它也可以拿出来表演，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套路，非常的全面。
很漂亮，舒展大方，打出来很飒很帅气，但具有养生效果，同时呢又易学好练。来，我给大家从第1式到第9式给大家带一遍啊！感谢2023送的小星星人气票，感谢正念送的人气票，谢谢龙宝宝送的粉丝灯牌。第1式，起势坐胯屈膝，领左脚横开1步，合肩，以身领手，画圆上蓬。第2式，右金刚倒堆，平捋旋腕，右移重心，领膝开步，双手画圆，坐胯左手前蓬，摆脚根部合手，握拳领膝下沉，左收右送。第3式，懒扎衣。咱们想了解小班课的无网同学，咱可以点我头像私信我，咱们每个月都会有小班课，固定的小班课。画圆，咱小班课的学习地点在河南焦作、修武、云台古镇、三河。
只轻轻的抓地，我把我刑法记住。脚下生根，像大树扎根在地下一样，牢牢的、稳稳的。好，第二步，领左膝向左横开一步。感谢平送的雪绒花，100便宜10块嘛，对吧？不是9块9，它便宜不了10块了。第三步，合肩，它便宜不了10块。起手画圆。好，那么我们起手画圆，国情同学没有学过。5块，50减5块。咱们静香同学，咱们以后会学习老架以及新架、太极剑、太极扇以及48散手，这些都会学习。你说的这个我以后不一定会教啊。说的这个太有点玄乎了。那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大家记住这3个点就能够练好。所以咱们现在要记住哪3个点才能够把我们的流程体式给它做好练会呢？来听我讲，跟我练。第一步，坐胯屈膝向后去坐，五指轻轻抓地，像吸盘一样吸在地上。第二步，领左脚横开一步。第三步，合肩起手，由左向右，再向左，画圆上蓬。那么上蓬的时候是左手外蓬，右掌上托。早上好，云哥，这是咱们的起势，非常的简单，因为起势并不复杂。但是有句话说，咱们的起势啊，没有一个固定的招式动作，但它却是咱整套拳的根基。大家往往看似非常简单的东西，就像咱们的前9式，大家觉得很烦，每天都在学习，但是前9式就像基本功一样，我们一定要把前9式打得扎扎实实的，后面的所有的动作它仅次于咱们现在不会，但是你前9式练会了以后，练好了以后，后面的动作一学就会，并且一学就到位，就这么轻松。所以呢，基础一定要打好，后面呢才能够练得更好。我又准时迟到了，习惯了。好了，再跟老师来一遍啊！保持身体的立身中正，坐胯屈膝，臀部向后去坐，领左脚横开一步，脚尖、脚掌、脚跟依次缓慢落地，合肩起手画圆上托。好，那么我们在练习画圆上托的时候，大家记住一个点啊，如何把我们的起势练好呢？如何把这个圆练得很流畅？因为我们在练习，很多同学是不是手臂在画圆，画的也挺好看，但是毫无灵魂，没有韵味，没有咱们做到什么。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看似是在动手，实则咱们的劲是从脚底而发，经过腰胯再传至于手上。节节贯通，由下到上，所以这个动作叫什么？叫做咱们周身的一个运动，叫周身一动，无有不动。看似好像是一个手在动，其实是周身都在动，不单单是咱的手臂在抡圆。所以大家要记住，在练习的过程中，通过什么咱们能够做到周身的感觉呢？通过腰的带动。来，重点核心来了啊！大家可以打在咱公屏上，能够更加深我们的印象更深刻，叫以身领手，打在公屏上啊，同学们，以身领手才能够做好咱们的起势，而且并且给它练的是轻灵的，练的是流畅的，练出太极的韵味。关键都2月份了。老师，小白多久能学会？小白同学在老师直播间，但主要是根据咱大家的接受能力，有些同学他可能在我直播间学2节课，就能够学会2个动作，但是根据自己的追求，老师我想追得更细一些，可能3节课、4节课，对不对？我能学到2个动作左右。10级了，7分钱，加我10级粉丝群。坐胯屈膝。
学习咱的第2式，叫右金刚倒堆。好，先给大家先做一个示范。好，再来一遍呗，可以呀，没有问题。再给大家再从起势带大家咱们走一下，咱的金刚倒堆接一下，把起势也给大家带一下。那么用户同学，咱能不能老师从头带大家走一遍？你能不能给老师点上一个免费的关注，卡上一个小黄心，好不好？给老师点亮一个小黄心，行不行？然后我从起势带着大家咱们再来一遍。保持身体的立身中正。第1式起势坐胯屈膝，领左脚横开1步，合肩起手画圆。老师有直播回放吗？有直播回放，大家想跟老师的直播回放再跟练的同学，咱直接点关注，卡黄心，卡灯牌，加入到老师的粉丝5群。但没有看到黄心的同学们，直接私信我就可以。开步，双手画立圆，由后前后坐胯前移，左手前捧，右手停在右大腿的斜上方。好，摆正左脚，蹬左腿，根部合手，握拳领膝，下沉。好，周身放松。好，那么咱们背面老师带大家咱们也走一遍，好不好？背面咱们也练，因为咱老师直播间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老师直播间是个非镜像的直播间，所以呢，大家跟着老师来学习的时候，咱们正面也学，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看到我手上的运动。那么咱们背面呢，是为了让大家跟着我看完以后，咱们放下手机，然后跟着老师咱们来走一遍，哪怕是比划。好，把右掌向上托，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转腰，右移，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双手画立圆，由后到前，再到后。好，走下弧，右手停，左手前移，摆正左脚，根部合手，握拳领膝，下沉。还有3个月，加起还有3个月嘞，跳球嘞。啊，这是咱们所练的，过。好，你回复一下就行了。来，那么大家跟着老师啊，我们再来一遍，咱们双手如何去画圆，如何去平捋，如何画立圆。那么咱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核心的要点，大家先跟着老师咱们分解去拆解学习，那么再来记咱的核心的要点。不是，我就觉得你们把吵吵，然后你看我直接就找到没有？好，左肢拉过来，把右掌先向上托掌。与左掌齐平后，双手旋腕，转腰。好，转到右斜前方的50、60度就可以啊。重心右移，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双手由后到前，再到后转腰，通过腰的带动你手臂的平捋外蓬，走下弧线，右手停，左手呢继续前蓬，摆正左脚，蹬左腿，根部合手。好，合过来以后握拳领膝下沉。好，
这是咱们的第二式，叫右金刚倒堆。老师，法上同学，老师请讲一讲咱的提膝合胯的要领。来给大家简单的咱讲一下咱的提膝合胯。什么叫提膝合胯？因为你的膝盖一提，看到没？膝盖一提，你的胯就合了。膝盖一提就合胯了，一提你的胯肯定是折的。如果你的胯不贴的话，它肯定提不了膝。所以在提膝合胯，它是同时进行的，提合合过来。那么咱们在开步的时候在开步合胯领开步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支撑腿的下沉，沉送一沉二蹬三铲。那么大家在铲不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地毯，像这种在地毯上铲，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地不够滑，地不够滑，它不是这种平面的地，像我们在平面的地板砖上在木地板上在地面上它是很好的铲出去的，但是在地毯上它铲不动，它滑不动，所以呢，我们要一沉二蹬到位就可以以高架练习。一般铲动作都比较低了，架子也比较低了。来，咱们跟老师再来一遍方向感不清楚。来，我跟大家去讲一下，我现在站的这个方位是朝正南，我是朝正南，所以大家在练习的过程是吧？我们东南西北4个方向可以都练一下。所以都练一下，你才能有明显的一个。刚开始零基础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方向感不太清楚，方向感又不强，确实是很正常的。那么咱们在练习的时候，朝正南方去开始，你的金刚倒堆它也是朝正南方的，包括懒扎一到单边，都是一个方向。翻烂锤。好，把右手先去与左掌齐平，双手旋腕。转腰摆脚，重心右移左脚跟的内侧蹬地踩实右脚，领膝合胯，开步沉蹬，好，走下弧，重心前移，双手走前弧，重心右移，转腰，双手外蓬拨开，走下弧线，右手停。重心左移，左手前蓬，摆正左脚，蹬左腿，跟步，合手，握拳，领膝，下沉。铲出去时，右脚膝关节不舒服，怎样做才对？来，榴莲同学这是大家刚开始容易出错的一个易错点方法不正确，那么你的膝关节会造成一个不太舒服脚的关节，或者是你的膝关节会形成一个顶膝。为什么呢？来，